在过去的小半年里，我曾经听过不止一两位朋友抱怨 Coffee UI 特别难用，因为一些在 AI 绘图里常见的基本操作，来到了 Coffee UI 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怎么给一张图片做高清放大，比如在生存的时候如何一次性的加入多个漏，在 Copy UI 里怎么给局部成为画蒙版，为什么明明加了控制出来的图片却完全不受控制？你可能会想，在一些其他应用里只需要简单点2个按钮，为什么到了 Copy UI 里就那么难了呢？如果你也产生过上面这些疑惑和烦恼，那恭喜你，今天这期视频就是为你。一个不会画画的设计师，也是那个立志做让你能学会的教程的人。没错，我就是奎叔。Comfy UI 系列第3期，在前面的2课里，我们分别了解了 Comfy UI 的功能基础与它的自定义节点系统。那下一步呢？面对成百和上千个用途和用法都不同的功能界面，不可能像念说明书一样一个个的去全部了一遍。Steady Version 的功能体系，有一些大家在做图的时候会高频率使用的核心功能，值得你优先掌握的。没错，就是刚刚我们所列举出来的这些基本操作。他们在 Comfy UI 里真的很难吗？其实 Comfy UI 早就已经把这些该有的功能都给内置进去了，只需要简单加载几个自带的节点连线，你就可以轻松实现图片的放大、重绘和控制、内控制生成。当你真正熟练掌握了控制，它们甚至可以发挥出10倍甚至100倍于 YUI 里的效率。你想知道要具体怎么做吗？在今天这期视频里，我们将基于高清修复、局部重绘、不加模型应用这3种典型的 AI 绘图操作 Comfy UI 的主流功能节点，使用它们组合生成工作流，提高出图效率的后，你就能真正挖掘出 Comfy UI 的100%潜力了。教程内容很干很充实，而 Comfy UI 也需要反复摸索，所以我推荐你给这个视频在开始接下来的学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今天的 Comfy UI 探索之旅吧。我们先从应用最为广泛也相对最简单的一个用途开始讲起吧。放大在 AI 绘图里给生成的图片，通过高清修复或超分辨率手段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操作。大家最常用的 Stabilization Web UI 就根据我们调用放大功能的场景，提供了3种不同的进行图片放大的方式，分别是纹身图里的高清修复图、生图里的 SD 放大脚本以及后期处理中的算法放大。Comfy UI 有没有提供类似的功能呢？当然有了，在作者提供的示例工作流中，有一个叫做 To Pass Text Image 的文件夹，里面装着的就是一系列高清修复的工作流了。这个 High Res Pixelator 的工作流拖进 Comfy UI 里加载，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纹身图高清修复工作流了。让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工作流由几个不同的节点组构成，前面的这一组和纹身图的标准节点组合基本完全一致，包括了一个模型加载器、2个正负面提示词编码器和一个下面的 MG-Latent 节点设定基础的生成尺寸。我们在最左边填入提示词以后，点击生成队列，它就会先被输送进第一个 Key Sampler 里，生成一张低清的图片。而在这里输出的 latent 信息，除了被下面这俩节点解码保存为图像以外，还输入到了后面这个 upscale latent 组件里。upscale latent 是一个在前空间里对图像尺寸进行缩放的基本节点，可以在右键 latent 分类中找到。像这里，我们最初生成的空白前空间图像大小是768，采样完输出的尺寸也是768，但如果导到这个界点里，它就会按照设置的尺寸把它放大到1152。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这个 upscalator by， 可以按填入的倍数放大或缩小。当然，这里的放大操作是一种直接的拉伸，并不会往放大的图像里面填充进新的细节，所以我们还需要把放大后的 latent 再输入到后续的 sample 里做加工，才能输出成图。所以你马上就可以在后面这个 K sample 里看到它的第2次采样动作，再经过一次解码保存，就得到了我们高清修复后的大图了。你会发现这个结构非常简单，就是在常规的纹身图流程后面加多了一个 sampler， 它的所有模型条件都是从一开始拉过来的，除了上面的参数可能需要独立设置，它们决定了高清放大过程的一些细节。这里面最重要的参数是哪个呢？答案是 denoise 及去噪幅度的选项，它直接决定了你第2次生成时的去噪力。在之前的一些课程里，我没有像高清修复比喻尝试把第1次生成的图片打回来，重新涂上图一次，所以也可以看作是第2次图生图时的重绘幅度。这个力度越大，第2次生成的结果就会和第1次越不像。拉满到 1.0 差不多就相当于新生成一张图了。我一般会推荐你设置在 0.5 到 0.8 之间，根据放大的需要是更像还是新增更多细节来左右摇摆。为什么最低是 0.5 呢？因为这种2次采样的方法在采样幅度太低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噪声没去干净的痕迹，影响放大后的观感。所以 0.5 左右是基于 latent 放大的一个去噪数值安全线。不过在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景里， 0.5 左右的重绘幅度还是很容易改变画面，凭空生成一些我们不想要的画面细节，也常常导致人物的多手多头。有没有方法避免呢？当然也是有的。在同一个文件夹里，还有另外一个工作流，是借助 SGAN 等传统放大模型来实现。这个放大过程比起刚才的 later 放大，它中间的结构就显得复杂多了。
第一次采样的结果会先经过一次解码，输出成一张图片，然后再把这张图片输出到这个使用模型放大的节点里进行放大。还有发挥必须在前面先用这个放大模型加载器加在一个专门用于图片放大的传统超分辨率模型。经过这个放大器处理以后，我们输出的图片会再通过这个 Upscale Image 的节点调整到最终的尺寸。它起到的作用和刚刚的 Upscale Later 差不多，同样也有个填倍数的 by 版本，但它们一个操作的是浅空间数据，另一个则是像素空间里的图片数据。最后由它输出的图片再进入 Y 编码节点里重新转换成雷坦数据进行采样。这后面就是一个图胜图的基本流程了。在这种先生成一张图的基础上，即便以 0.2 到 0.3 这种低剧噪幅度进行二次采样，它也不会出现噪声痕迹了。因为我们先通过一次解码让它被固定成了一张图，而这些专门的超分辨率放大模型并不会轻易改变图片原有内容。照这么说，我们无脑选这种放大方法不就 OK 了吗？但注意，我们每次对图像和 Later 数据进行的编解码需要花费额外的计算和时间，在一些低配的设备上还非常容易爆显存，导致速度异常变慢。所以理论上 Later 放大要比传统放大模型更高效。同时，因为这种固定的效应，传统模型放大很难为图片添加更多的细节，容易让放大后的结果显得比较油腻，而渠道强度高了以后也容易多人多头。总而言之，这两种放大方式算是各有千秋了。中间这个放大模型加载器可以帮我们选择在放大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放大模型，这些模型被储存在空 UI 模型文件夹下的 Upscale Model 文件夹内。目前公认效果比较好且泛用性较强的放大模型是这个 ResRN 4倍放大模型，原版适用于照片风格图像，带有 NM6B 的这个则适用于动漫插画风格的图像。你还可以额外下载一些其他的放大模型，例如这个 4X Ultra Sharp 就会在放大的过程中对细节做锐化处理。是不是特别熟悉？因为在 Web UI 的放大选项里，我们也时常能看到这几个模型选项。而现在你应该可以明白，我们在 Web UI 里做高清修复的时候，选择雷腾相关的选项和这几种传统模型选项又有什么差异了吧？说到这里，你可能也会好奇，为什么雷腾放大这些选项后面还带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后缀呢？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在对雷霆数据进行重新采样，以及我们刚刚比喻的那个拉伸放大的过程中进行简单差值的方式。你可以在 Upscale 节点的方法选项里调整，当一种方法在当前的模型和条件下表现不佳时，换另一种进行尝试。我帮你搜集了一些关于它们和其他放大算法的讲解资料，的文档里，如果感兴趣，一定要去看看。到目前为止，我们讲解的好像都只是纹身图过程里的放大，那图生图呢？还不简单吗？你只需要把这些纹身图流程的一个 sampler 给拆掉，然后换成一个加载图片，再根据需要添加编解码的节点。传统模型放大就更方便了，直接把图片插进模型放大里，连编码都省了。模型加载器和文本编码器都需要保留，正如 Web UI 里仍然需要选择一个与原图风格相近的大模型，并且写好描述画面的提示词。只要你精通了上面这一套流程，那我相信你一定有能力举一反三。而此时放大就不是文章图或图生图中的某种单一操作的，而是一个能被你植入到工作流里任何一个地方的零件了。是不是还有一种放大方法来着？对，后期处理。一句话，后期处理就相当于不带二次采一样的放大模型放大。所以你可以直接加载一张图片，接近刚刚我们见过的这个模型，放大节点里加载模型，就能输出成品图了。小技巧时间到，当你搭建一个工作流，铺设下一个节点的时候，如果觉得从右键菜单里找或者双击搜索输入太麻烦，可以直接从上一个输出信息的端口里拉出线来，然后在任意位置松开，它会自动根据数据类型帮你匹配出一些常用的节点来。看，我们就可以这样快速的把放大模型加载器和保存图像节点给拉出来了。是不是还蛮实用的？但你会发现一个话点，为什么没有放大倍数的设置呢？因为这些放大模型其实是内置了一个图片放大倍数的，比如 RSRGN 就是默认放大4倍，而放大节点只会忠实的执行模型的配置。如果你只想放大2倍，那就只能像刚刚的工作流里那样，在后面接上一个 Upscale Image 的界面。没错，虽然名字是放大，但它也可以用来缩小图片。把它设置到相当于2倍的尺寸，或者用按倍数放大的节点设置个 0.5倍，就会得到最终符合你需要的2倍放大效果了。这下你也明白刚刚那个流程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节点了吧？先放大，再缩小，合理通过这些简单但有效的工作流。在 Comfy UI 里做类似的放大操作，其实一点也不难。但很多朋友在做放大的过程中会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放大占用了太多的显存空间。因为这两种放大方式都是在把图片拉到一个更大的尺寸上重新采样，太大了就容易爆显存。在 Web UI 里有一个 SD 放大的小本，就是为了专门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计的。通过将单张图片拆成一个个的小区块，分别重绘来节约绘制资源。
后续有开发者做出了这个 Ultimate SD Upscale 的加强版放大脚本，提供了更多功能选项。而在 Comfy UI 也有一个功能相同的自定义界点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它可以被用于替代放大流程中的 Sampler。在最上面输入一张图片，再在下面像常规采样一样介入各种模型条件，包括最下面的放大模型，就可以让它开始工作了。在它的这一长串参数里，上面的一部分和常规采样没有区别，下面的则决定了它如何对图片进行分块加工和接缝修复。正巧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关于它的教程，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可以去看看。和 Web UI 里的各项参数是一一对应的，但在绝大多数时候，你可以维持它的默认不变，然后只通过最上方的这个放大倍数决定最终输出的图片大小。启动队列，它就会开始把图片裁成一个个512像素的小块，分别进行绘制。如果你开启了实时预览，你可以看到它是怎么进行这个分块采样的过程呢？放大的全程占用的存水平都不超过4克 B， 结束以后就会在右边输出一个放大结果。怎么样，是不是轻松又高效？因为它的结构比前面几种都更简单，所以它经常被加入到许多复杂的工作流中，用于在最后输出的阶段对成品再做一次最终放大，来提高清晰度。我也非常推荐你安装一个，在用 Comfy UI 做图的时候多加使用。关于高清放大的这几种技巧，你都理清楚该怎么做了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就在屏幕上敲一个6，鼓励一下自己吧。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在 AI 绘图流程里同样非常常见的操作——局部重绘。在通过生图得到了一张成品图片以后，如果你对大部分区域的效果满意，只希望修改里面的一小部分，那就可以用上局部重绘。在外笔，我们可以通过画笔在上传的图片上涂抹来确定一块区域，这个重绘的区域会被系统识别为一张黑白的重绘的蒙版。一般而言，白色的区域是需要被重绘的，黑色的区域是固定不动的。你也可以通过上传一张黑白蒙版图来指示需要重绘的蒙版区域。那在 Comfy UI 里怎么进行重绘的操作呢？同样在作者提供的工作流示例里找到这个 InPaint 文件夹，里面装着的就是一系列和局部重绘相关的工作流了。加在这个 InPaint Example 就会得到一个基本的重绘工作流程，同样非常简单。和图层图很像，你只需要再加在图片这里上传一张图片，然后利用提示词描述你想改动的内容，就可以对它进行重绘了。但问题马上就来了，这个工作流里好像没有什么地方给我们画蒙版，那怎么让 SD 知道哪里是要重绘的呢？其实 Comfort UI 的蒙版功能非常隐蔽，你需要右键底下这张图片，在菜单里找到一个叫做在蒙版编辑器里打开的东西，它会开启一个独立的编辑窗口，在这里面来画蒙版。绘制操作和 Web UI 大同小异。左下角选项可以控制画笔大小，旁边选项标示蒙版区域的颜色，点 Clear 清除已经图画的区域。当你画好以后，点右下角的 Save to Node， 蒙版就会保存到节点上了。在我们第一次使用图片加载器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到了，它右侧有2个端口，一个是输出图片信息的，另一个就可以输出你刚刚画在上面的这个蒙版信息，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们都输送到下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也叫 Y encode， 但和普通的 Y 编码器不一样，它是专门为重绘服务的。左侧除了图片 V 的输入以外，还多了一个蒙版的输入。你可以把它的作用理解为根据蒙版的指示只对蒙版区域做编码，从而控制只在蒙版里做重绘。后面的流程就和普通的图生图没有任何区别了。启动队列，它就会按照预设好的参数帮你完成后面的重绘工作啦。同样 ，Sampler 里的重绘幅度决定了重绘的力度大小，但有一点要注意，这个数值不能太低。根据我的实验，在 Comfy UI 里大约是 0.8， 否则就会生成像这样非常违和的纯色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这种重绘方式将我们绘制的区域转变成了完全的空白浅空间，再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加造去噪生成。因此，如果不用较高的力度来去噪，就很难生成新的形象，和刚才的去噪不充分有类似。也正因如此，利用 Impact 编码器来重绘的这一工作流也更适合对画面进行比较大的彻底的修改。但如果我们就是希望重绘的幅度小一些，和原来也有类似之处呢。很简单，只需要稍微改一改这个工作流的结构。我们删掉原来的重绘编码器，然后在列表里找到一个叫做设置前空间噪声蒙版的界点，通过一个普通编码器把加载的图片转成输入到这个节点的 samples 里，随后再把刚刚绘制的蒙版输入到下面的 mask 里，然后把输出接近 K Summer， 你就可以在 0.5 到 0.6 的相对中等的重绘幅度下实现和原图更像的重绘，而在 0.2 到 0.3 这样较低的重绘幅度下，生成区域也不会被破坏，只是会和原图差不多而已。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因为这个浅空间造成蒙版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将指定区域原图像素信息转为浅空间数据重新采样。用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说，刚刚那种直接转换成空白浅空间再上升的方式，其实相当于把这块区域单独挖出来文生图。这个时候蒙版只负责划定一个范围，原图里的东西是什么和新生成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但浅空间罩上蒙版加持下的重绘，就会把蒙版覆盖部分的原图抠下来，做一次图生图。
所以才能保留原图的大致内容。我们在 Web UI 里进行的局部重绘，默认情况下是选中原图模式的。这种操作逻辑其实对应我们讲的第二种噪声蒙版式重绘，而第一种重绘编码器式重绘对应的是 Web UI 里空白且空间这种模式。你弄清楚这两种模式的差异了吗？在 Convey UI 里走过一趟以后，再看 Web UI 里的这些选项，有没有觉得更通透一些了呢？无论是通过手图还是智能识别生成的蒙版，在边缘处总是会存在精度不足或者是过度太为生硬的问题，所以多数时候我们还需要对蒙版进行二次处理来提高重绘的效果。这些操作被固定在了面板上的一系列蒙版处理选项里，没注意到，但多数时候都得到了他们的帮助。空屏，它们则被分散到了一些对应的功能节点里。有哪些常用的处理方式呢？首先是扩展。扩展会帮助你在生成的时候让选区往外再延展一定距离，从而确保能充分包围重回对象。如果你采用的是局部重回密码器，那在节点里就有一个扩展数值的选项，可以利用它控制距离大小。如果你利用的是诸如造成蒙版这样的节点，可以通过在原始绘制的 mask 和节点接收的 mask 之间增加一个扩展蒙版的姿态界垫来实现类似作用。小技巧，时间又来了。当你想在两个已经连上线的节点中间加上一个新节点时，可以点一下它们的连接线中央的这个小圆点，然后点击一个增加节点，就可以在列表里选择合适的节点了。和门板有关的这些功能一般都装在这个 mask 的分类里，加上去以后，再从它的尾部拉出线，接回原来的端口上就 OK 了。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调整门板的边界，但 Grow 只能往外扩展，不支持往里收缩的负数值。你想搜索蒙版范围，那可以考虑利用一些自定义节点，比如 With 节点堡里的 Erode Mask。其次是边缘模糊，它可以增加重绘区域和非重绘区域之间的过渡柔和程度，避免接缝太过锐利生硬。默认的功能，节点里有一个羽化蒙版，但它只能羽化蒙版的整张图片，边缘不能严格按照蒙版，边界模糊不是很好用。这些节点堡里就提供了更符合我们使用惯性的选择，比如 Impact Specs Essentials 里的蒙版模糊，用关键词 Blur 去搜一般很容易找到，数值是你画面大小而定。Weebly 里默认是4个像素。对了，外部 UI 里有一项选择控制重绘蒙版区域还是非蒙版区域，这个选项在 Comfy UI 里可以通过蒙版的反转来实现。自带节点和 WS 节点堡里都有相关功能，简单说它就是把蒙版上的黑白区域给颠倒了一下，这样后面节点接收到的蒙版和非蒙版区域就会交换了。这些功能并不是单一开启的，在 Comfy 里你可以把它们随意串接在一起，自由搭配组合来重塑你绘制或者通过一些方式识别出来的蒙版形象，像这样先反转再收缩再模糊都是 OK 的。对蒙版进行处理的方法也远远不止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几种，像刚才提到的几个节点包里还有很多对蒙版进行编辑的功能，都是你可以自行摸索的。操作多了，你可能会有点迷糊，不知道最后的蒙版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在最后输出的 mask 旁边额外多接一条线，链接一个将蒙版转换为图片的界面，再在后面接一个显示图片的界面，就可以知道这个处理完的蒙版是什么样的了。知识点：如果你选用的是 Save Image， 那这张图片也会进入 Comfy UI 的输出文件夹里，但多数时候我们只需要通过它看一下蒙版的大概样子，这个时候就可以改用这个 Preview Image， 它就只会临时显示出来，不会保存，除非你手动右键存下来。在你以后设计自己的工作流时，如果有些地方的图片不那么重要，就可以考虑只预览不保存了。有将蒙版转换为图片的界点，有把图片转换为蒙版的界点，只需要在它前面接一个加载图片，再输入黑白的蒙版图，就可以从后面拉出绿线接需要蒙版的地方了，把它加进重绘工作流里，你就获得了一个 Web UI 中的上传蒙版重绘功能了。下面的选项则是代表读取蒙版所使用的颜色通道。当你选择黑白图时，用红绿蓝当中的任意一个都是没区别的。因为篇幅原因就不展开细讲了，欢迎大家弹幕或评论，帮不太熟悉通道概念的朋友科普一下相关知识。这下和重绘相关的几种玩法讲的差不多了，不过你可能也会有一种感觉，在 Comfy UI 里搞重绘似乎比 Web UI 等应用里更麻烦。我认为这里面的核心原因在于，手画蒙版决定区域的局部重绘是一个需要人工输入信息的环节，这样的操作或许本来就更适合在为 UI 乃至 Invoke AI 一类更重编辑的界面里去做，但 Comfy 并不是为了这方面的需求而设计的。在看完了这一整个教程系列以后，或许你会对我此刻的这句话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而现阶段的这几个案例对帮助你认识 Comfy UI 的蒙版编辑系统一定也是有大帮助的。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部分是附加网络。附加网络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称呼，泛指在 SD 生成中附加在那个最大的模型，也就是 Checkpoint 上面的一些其他辅助性质的小模型。作为一名 AI 绘图玩家，各种各样的附加网络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生图质量，创作独特风格，乃至精准控制画面的元素。这些功能对应我们最常使用到的3类附加网络 Nginx、LoRa 还有 ContraNet， 你肯定都已经知道它们有什么作用，在 Web UI 里该怎么用啊？那在 Comfy UI 里呢？最简单的是 Imbalance， 你只需要把它按照 Embedding 加模型0的形式填入提示词就可以调用了。
正负面都一样。如果你安装了上节课里我们提到的 Custom Script， 也会默认开启不选功能。打个前缀，后面就可以通过方向键上下自由选取了。敲回车，输入进去。接下来是在 WebUI 里也可以用和 Embed 类似的方式直接植入到提示词里，但是 CanBUI 里不行，因为 Embedding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系列提示词向量的合集，而 LoRa 则是一组经过了再训练的从大模型上提炼出来的附加权重。如果你想进一步深入了解，其实可以去看看之前做过的模型训练那个系列的内容，它们在这个工作流里发挥作用的环节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早在第1节课里就示范过 LoRa 该怎么用啊。Comfy UI 自带了一个 Load LoRa 的节点，把它放在大模型，也就是 Checkpoint Loader 的后面，通过 Model 和 Clip 连接在一起，然后再把从它出来的 Model 和 Clip 连入后面的各种提示词框采样器里，它就会在生成中发挥作用了。那如果我有多个 LoRa 要用呢？方法也是一样的，你只需要把这个 Loader 复制多份，然后像连接火车一样，把它们靠中间 Model Clip 的连线绑在一起。它们就可以被加进这个流程里。个连接的动作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些 LoRa 附加到了大模型上面，而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们和 Checkpoint 串联在一起的整体视作一个新的模型。每个 LoRa 的权重可以通过 Loader 里的这2个权重选项来调节，和在 WebUI 里一般范围是从0到1，越大 LoRa 作用越显著。但这里为什么是2个权重数字呢？ WebUI 里的 LoRa 不就只有1个权重吗？其实一个 LoRa 在训练的时候，是同时在底模的文本编码器和噪声预测器上都训练了的，而这2部分都会生成对应的经验积累，它们附加到主模型上的强度大小，就分别对应了我们在里面填的这2个权重数值。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直接用一组对比测试来告诉你答案。这个 Blind Box LoRa 可以把一张普通的插画风格作品变成带有 PVC 盲盒手办质感的 3D 渲染图。如果2个强度都按1拉满，那它实现的效果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拉出 XY 对比图，这2个权重在不同水平下的组合就会是这样的。你发现了什么规律？试着用你的语言来总结一下。从结果来看，模型强度直接的影响了 LoRa 的风格是否能被植入到主模型中，因为它作用的是主管去噪过程的 Unit 部分。但 Clip 强度也并非完全没有用，因为它也会影响模型对一些提示词的响应结果。在一些具有大量触发词的 LoRa 它的作用可能会更加显著。无论如何，这种双重权重的设计在 Comfy UI 里其实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微调空间。但如果你还是有疑惑，那也可以选择把这2者统一起来，即设置一个相等的权重。根据作者的说法，当这2者都相等，例如都设置成 0.5 的时候，那它就会和你在 WebUI 里给这个 LoRa 模型设置成 0.5 的权重省的效果差不多了。我知道这个时候你可能又要觉得麻烦了，在你有很多个 LoRa 要去加载搭配以及反复尝试的时候，还要在这里走针穿线。其实我也一样觉得这样怪麻烦的，所以在运用多个 LoRa 搭配出图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求助一些具备 Stock 功能的自定义节点来实现 LoRa 的批量加载。Stock 直译过来是堆叠的意思，有很多自定义节点包里都提供了类似的节点，以 Stock 为关键词搜索，应该能找到不少符合需要的。我们就以效率节点包里的这个 LoRa Stocker 来示范一下。如果你使用了 Efficient Loader， 可以从左边的这个 LoRa Stock 里拉出线，来找到这个 LoRa Stock 节点，它提供了3个 LoRa 的加载位置。你还可以通过上面这个技术让它变得更多，用它来加载，所有 LoRa 就被堆叠在了同一个节点里面。无论是控制 LoRa 的开关，还是调节权重，就不需要涉及任何改线的操作了。是不是非常方便？这也是效率节点包受到大家广泛欢迎的一个原因。但必须要提的一点是，它在具备这种优势的同时，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局限性。比如，通过这种形式加载的 LoRa 只能被输出为 LoRa Stock， 也就必须和 Efficient Loader 搭配在一起使用，导致它可能没法非常方便的融入很多已有的工作流当中，而利用它去设计工作流并分享出去。如果拿到工作流的用户没有效率鉴定包，也会变得更麻烦。总的来说，有利有弊，需要你抉择。你也可以试试一些其他节点包里提供的 LoRa 组件，比如 C2 节点包里的会更自由一些，需要配合另一个 Apply LoRa Stock 的节点去用。最后输出的仍然是 Model Clip， 也支持单挑刚刚我们听到的2种权重。了解了 LoRa 的运用逻辑，那 CTRL9 对你而言肯定也就不复杂了。CTRL9 也算复杂网络嘛，虽然它在 WebVR 里是以一个扩展插件的形式出现的，但核心也就是我们在里面加载的那些 CTRL9 在生成时，它们会根据我们输入的控制信息，动态调节 Unit 层来改变生成结果，从而实现诸如姿势、轮廓等要素的迁移。官方设立的 CTRL9 文件夹里有一些标准的工作流，相比起最简单的纹身图工作流，它多出了2个组件。一个是 Controller 模型的加载器，另一个则是应用 Controller 模型的界点。这个流程的核心就在这个应用界点上，它负责接收并处理的图像信息，并按照加载的模型来落实各项控制要素。
节点上只有一个参数是用于调节 control 的权重及控制效果的强弱的。如果你想进一步控制它的开始结束时机，则需要使用这个标有 advanced 的进阶界面。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最终输出的信息形式是条件，会和我们填入的正面提示词汇集在一起输入 K-sample 里。这样看来，运用的方式也十分明了了。以记住 OpenPose 控制人物生成姿势为例，我们只需要像以前一样，在这里传一张图片，然后再在这里选一个控制量模型，设置好选重点，启动队列，你就可以。等一下，这好像也没按我们输入的姿势走啊，是 CTRLNet 失灵了吗？当然不是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在于 Confer 的原生节点只包括了 CTRLNet 模型的这一部分，并不包括预处理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直接向它导入一个预处理的结果，才能引导 AI 生成符合需要的图片。看着小伙伴 pose 的效果就出来了吧？那我们又要上哪儿搞这张预处理图呢？总不能在外部 UI 里操作完了再拖过来吧？其实你只需要在 Confer UI 里多下载一个包含预处理器功能的，就可以补齐这最后一块拼图了。目前最流行的预处理器节点是由开发者在 Novo 16开发的 Control Next， 它包含了目前我们能使用的几乎所有控制类型，且在不断迭的更新。将它装好以后，这些预处理器就会出现在右键菜单的 CTRLNet。那我更推荐你使用搜索来加载对应的预处理器，只要打 Preprocessor 就可以筛选出全部可选的项目，搜对应的处理类型，也能比较轻松的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节点。还是拿 OpenPose 来示范一下吧。这个预处理器的结构也挺简单的，只要在左边给它输入一张图片，并通过参数设置是否识别投手身体。没错，这是相当于我们 Web UI 里的 Base Only Hand 的模式，默认的尺寸是512，它描述的是预处理器生成图像较短边的分辨率，数值一般都够用。但如果你想提高一些精度，可以将它调高，或者是严格按照原图尺寸生成分辨率，最后再把它输出的 image 连进原来的 Apply Control Net 节点里。如果你放心不下，也可以在这里串一个预览图像同步输出。这下我们就可以放心拖进未经处理的原图，通过它来预处理，然后再借助自带的这些 ControlNet 节点引导图片精确生成。基本的用法就这么简单。那在 Coffee UI 里，多个 CTRLNet 又该如何同时启用呢？按照默认的操作流程，多重 CTRLNet 调用方法也是一个接一个的火车头式串接。我猜弹幕里肯定有朋友的 CPU 在翻唱了。但这个结构其实挺简单的，不信把它们删了，我重新给你搭一个。需要做的就是先加载一个 Apply CTRL， 然后把它复制几份，要开几个 CTRL 就复制几份，想好你要的 CTRL 类型，搜索对应的预处理器加进来，从开头的图片这里拉一根线，给它输入信息，然后把它预处理后的数据拉线导给下面的 Apply 节点，同时从这里反拉一根线出来，快速调出 Control 模型加载器，然后选择对应的模型，重复这样的操作，直到你的每一个 Apply 节点都配备了对应的预处理器和模型。最后再从正面提示的文本编码器这里拉一根调接线过来，用它把所有的 Apply 节点串联到一起。就说进 K-Sample 里看，你就拥有了一个4重抗串联的深度工作流了。自己答一遍，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上面的模型加载器和预处理器都只服下面的 Apply 界点，而实际需要串联的也只有这个 Apply 界点。从实用角度出发 ，CTRL 内的预览图，但在调试的过程里，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放心不下，就从每一个预处理机处理完的结果这里单独拉出一个预览来确认预处理的结果。现在你学会怎么在 Copy One 里大家看春联了吧？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就在弹幕敲一个。学会了告诉我一声吧。你也猜得到，既然有 Laura 的 Stacker， 那肯定也会有 Controller 的 Stacker 了。就以效率节点堡里的来说明吧。同样，在 Loader 的左侧可以拉出一个 Controller Stacker， 但它的用法和 Laura 还不太一样。在这里，一个节点里还是只有一个 Controller， 但你可以把 Stock 一个连一个，等于说它代替了原来 Apply Controller 节点的功能。这些串联起来的 Stock 可以在 Efficient Load 里直接输入，但你也可以通过节点包里的另一个节点 Play Controlling Stock 搭配在一起使用，让它和其他地方拉过来的正负面条件合流。从而可以加入到常规 Key Sampler 的生成环节里。而 CR 节点堡里的 CTRLNet Starter 则可以直接在一个节点里调控3个，同样也有配套的 Apply 节点，还能整体控制整个 CTRLNet 系统的开和关。但注意，它们都只接受信息图，所以都需要有独立的预处理器节点做配套支持。如果你想在你的工作流里用上，那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设计了。花了这么大力气，我们终于把康复 UI 里这几种基础玩法全部过了一遍。不过你现在的想法或许是这也太麻烦了，我只是要用个什么竟然要自己组那么多的节点。但早在第一课里我们就提过了，康复 UI 最大的优势是它的节点化逻辑带来的超高自由度，合成体系的工作流实现的批量处理流程。你觉得它没有那么方便，只是因为它方便的地方你还没有体验到，比如当这些功能被全部串在一起的时候。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尝试一下，就是对照片做批量的画风迁移。
具体一点说，就是通过 SD 把一张真人的照片转绘成复古动漫风格，保持人物的大概形象不变，并为图片添加合适的背景。在过去的视频里，我们也讨论过很多相关的技术。对于今天的 AI 绘图而言，这并不算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现在为 VI 里尝试一番吧。这里我就简单说一下核心的操作步骤。因为原图的色彩比较素，所以我选择在纹身图里进行基础的生成。打开纹身图，先根据图片的原始尺寸比例调节生成的尺寸。为了让 AI 准确浮现这个人物的形象，我们通常需要先在 Tiger 一类的反推工具里进行提示词的反向识别，点发送，把识别出来的结果填进纹身图的提示词框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一个大模型，并为它搭配若干风格 logo 来实现我们需要的转绘效果。如果你用的模型不多，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花费你一点时间，比如验证模型质感、调试最佳权重等等。我选用的 Laura 里也设置了一些风格化的触发词，所以也需要把它们粘贴到提示词框的末尾。为了维持形象稳定，我们一般都需要开启 Control-Net 来控制诸如人物姿势、线条、轮廓等图片的关键特征。这里我选择把 Open Pose 和 Line Art Realistic 打开，把图片拖进每一个 Control-Net 原图区域里，再分别设置权重。Control-Net 会自动为你执行预处理的过程后加载对应的模型，点击生成，我们就可以在纹身图里得到一张成品图了。但这张图片的分辨率只有512乘768，所以我们还要对它再做额外的放大处理。一般来说，你可以通过成品下方的按钮把它发送到图生图里面，再打开 Ultimate Upscale 或者 Control Tile 一类的工具进行2次生成。折腾了1分多钟，终于做完了一张，也算慢对吗？但我要是告诉你，后面还有100多张呢。在 Web UI 里，这种再来一次的成本其实非常高。就以我们刚刚的这个操作为例，每生成一张新图就要重新反推一次，而发送到纹身图和图层图以后，所有的参数从提示词、尺寸重回幅度到 CTRL 内的信息图都要重新调整。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想实现一些特殊效果，只改变画面里人物的风格，不改背景，那每一张图片都得用手来涂出局部重回的蒙版，工作量实在太大了。不过在 Comfy UI 这样的一套工作流程会轻松很多。我们从这个默认的纹身图工作流开始，加入一个读取图片的节点，同样把我们的初始图片导入进来。下一步呢，根据它的尺寸，把空白 Later 图像里的尺寸设置好。不对，在 Comfy UI 里，我们根本不用自己手动填写尺寸。在刚刚提到的那个 Masquerade 节点包里，有一个叫做获取图像尺寸的节点，把上传的图片输入进去，它会自动识别图片的宽和高，并转换成2个输出数值。此时，我们把空白浅空间节点的宽和高用上节课里提到过的方式转成2个输入接口，把它们一连，后续生成的尺寸就会自动和你导入的图片尺寸同步了。为了让 AI 准确浮现画面内容并生成，我们可以加在一个同样在上节课里讲解过的 Tiger 反推节点，拉一根线出来，接入到里面进行提示词的反向识别。识别出来的提示词是不需要手动复制的，只要把它输出的文本串拉一条线，接到原流程的文本编码器里就可以了。在 Company 里，我们也需要选定一个大模镜，再搭配若干风格 Lower 来实现我们需要的转绘效果。如果你想后续调整起来方便，也可以使用刚刚提到的 Efficient Loader 和 Lore Stack 的组合来替换这几个原生节点。为了让这些 Lore 更好的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往提示词里加入一圈固定的触发词，但刚刚反推出来的提示词是没法做2次修改的，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Convey 的灵活和自由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搜索一个叫做条件合并的界点，把它加载进来，它可以帮助你将2个文本编码器输送过来的条件组合到一起。如果想让每一段反推出来的提示词都加入我们预设好的一段触发词，需要把它们输入到一个单独的文本编码器里，建好模型的 clip， 然后再把它这里输出的条件和 Tagified 推出来的这一脉条件通过这个界点合2为1就 OK 了。这里输出的条件不能直接接到K-Sampler 因为这中间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 Controller。按照刚刚讲过的方式，我们添加上一系列的 Controlled 节点。这里我预先准备了3种不同的预处理类型，分别是 Open Post 和 Light Art。不过怎么控制 Controlled 的开关呢？有些时候你可能只想要用其中的2个或1个，但它们是像火车一样，一节车厢串着另一节的工作流运行，又必须走完全部3组节点。它删掉，那我可不推荐，因为重新接线实在是太麻烦了，而且万一要再开启，上哪里去找回来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不用的CTRL-Net 权重参数它就相当于被关闭了，合理吧？这也不是唯一的办法，还有另外一种基于节点本身的手段，是把这些节点给忽略掉。右键点击工作流上的一个节点，找到这个忽略节点的选项，点一下这个节点就变红了。这种状态代表工作流在运作的过程中仍然会按照原来的方式运行，但在经过这个节点的时候，不会让它发挥工作，而是绕开它，直奔下一个节点，用类似的手段把你要关闭的这一组节点都给忽略掉，那么就相当于绕开了这一组，实质性的关闭了它了。
想让这些被忽略了的节点恢复原状，只需要再点击一下，让它变回原来的颜色就 OK 了。它是一个在工作流设计里非常常见的限制功能开关的手段。在后续的视频里，我们还会分享更多它的使用技巧和应用方式。最后再从一开始上传的图片那里拉线过来，给予处理器提供信息看，我们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图片生成流程了。好像和刚刚在100里也没什么区别，但在你开始生成第2张图片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完全不同了。此时你无需手动设置任何参数，或者动手编辑任何提示词，只需要加入图片，它就可以全自动的执行这样一个转绘的过程了。所以即便是要重复100次，你所需要做的只是换100张图片而已，甚至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更境界的功能，全自动的读取特定文件夹里的目录来进行批量生成，而且这个结构是可以随时根据你的需要去改动的。在这个例子里，我们生成的图片尺寸也比较小，那能不能把它放大一点呢？此时我们也不需要反复的将生成图片发送到其他的标签里，只需要在最后的 Y 解码节点后面再串接上一组放大节点就可以了。这些采样所需的所有模型条件都可以从开头拉过来使用，但如果你有需要，你也可以在这个2次放大的过程里独立设置大模型或各种采样参数。这里我拉的正面条件是2组提示词合并以后不包含 Control 的条件。你能说出这么做的理由吗？欢迎把你的看法打在弹幕和评论里。虽然架设这个工作流花了不少力气，但接下来你只需要拖入一张新的图片，这个工作流就会全自动的为你执行这一整套操作流程。如果只是论一次生成的时间，那 Config UI 不一定比 Web UI 更快，但在生成100次的情况下， Config UI 是占绝对优势的，且工作越复杂，流程越长，涉及的环节越多，它的优势就会越大。而且这是我们自己搭建工作流的情况，但要是我们套用别人已经设计好的工作流呢？就比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找到本期讲解的所有工作流的下载地址，并在你自己的 Config UI 上下载出来。专少，你看完前面这一段使用说明的时间应该都比 Vue 更快吧？我想此刻的你应该已经体会到 Config UI 真正的长处了。它在你的手里不一定要画100张图，但你可以把它分享给100个有类似需求的人，帮助他们都按照同一条路径实现这个目标。即便你只是一个才接触 Config UI 的初学者，但只要掌握一点基本的操作，并理解了支持这个工作流运转起来的核心逻辑，就可以以极低的成本源源不断的生产出同样标准的作品。这才是 Config UI 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你能自己搭出一个像这样的工作流来，那就算是完整掌握了这节课里提到的高清修复、Loader Controller 等各种玩法了。等一下是不是还有个局部重绘？的确，如果你的工作涉及到对画面的局部编辑，那些 Config UI 里做就更有趣了。例如把前面的纹身图节点改造成绘的节点组合，并接入 Semi 类的智能抠图模型，可以实现只将人物的风格转绘的奇妙创意效果。这一切同样是全自动的。如果你感兴趣，别急着敲一，我们系列的下一期内容马上就会提到了。以上就是本期教程的所有内容了。我们将综合前面这几节课学习的关于 Config UI 的全部内容，开启 Config UI 最为精髓的一部分，了解怎么基于特定需求和工作场景，从零搭建一个属于你的 AI 绘图工作流。如果这期里面的讲解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有什么问题，请留言，对于我接下来的教程有很大的支持与非常大的帮助。这是 Kuisu 频道，感谢你看到最后。